1992年，我考上大学那天，所有人都说我是全村的希望。3天后，为了800块学费，我跪遍了所有的希望，心情成了最廉价的笑话。我把这满身的蛆肉抱成一团，准备把它和我自己一起扔进这冰冷的河里，直到那双沾满泥巴的手拽住我。这钱不用还。出息了，给家里争光了。好小子，比你爹有出息，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，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。大伯母特地给你泡的，你看看这孩子，读书读的脸都瘦了。我哥在天有灵也该瞑目了。小易，以后出息了，给你弟在城里找个活干。给孩子好好补补，这考大学费脑子。那3天，我家那破旧的土坯房门槛都快被踏平了，我娘脸上的笑就没断过。我也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。3天后，我娘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倒在了炕上，毛票、脚票，几张皱巴巴的10块钱，数了3遍，一共是326块5毛。我看着录取通知书背面的费用清单，学费、住宿费、杂七杂八加起来要1100多，还差800块。800块，在1992年，对我们这个家是天文数字。我娘一夜没睡，第2天眼睛肿得像桃子。她把那300多块钱用手帕仔细包好，塞给我。去你大伯、姑姑、舅舅家问问，都是亲骨肉，一家借点总能凑齐。你考上大学是给他们脸上争光，他们不能不帮。大伯，在家吗？谁呀？哟，是小易呀，啥事儿？我来找大伯。你大伯不在，一大早就下地去了。我的学费还差800块，想跟大伯借点。借钱？小易啊，你堂哥明年要娶媳妇儿，哪有钱借你？以后我毕业了，一定加倍还给您。以后的事儿谁说得准？别在这儿杵着了，让人看见不好。大伯母，哪怕50也行。没那个本事上什么大学？平白拖累亲戚。我站在那扇红漆木门前，太阳晒在背上，火辣辣的，心却像掉进了冰窖。小易，去你大伯家了。你大伯母可真疼你，昨天还说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呢。我低着头没说话，那碗白糖水的甜，现在想起来只觉得恶心。从大伯家出来，我去了姑姑陈秀莲家，看见我，姑姑的表情僵了一下，姑父连头都没抬，表弟嘴里塞着馒头，含含糊糊喊了声哥。姑父。小易来了，吃了没？我吃过了。我撒了谎，其实我从早上到现在就喝了一碗玉米糊糊。学费还差800，想跟您借点。借钱？又是借钱？你爹死的时候办丧事就找我们借了50块，现在还没还。我想说那50块早就还了。哼，你们家是觉得我们家的钱好拿是吧？小易，我们家也困难，你表弟眼看也要上高中了，到处都是花销。你舅舅家条件好，你应该去找他。我看着他的脸，这个曾经说我是他最疼的侄子的姑姑，现在陌生的让我害怕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没再多说一个字，转身就走。穷鬼，晦气！我走得很快，几乎是逃。舅舅家最后一家，我娘说舅舅最疼他，也肯定最疼我。小易，咋了这是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好事儿啊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走进屋去，跟你舅娘也说说这好消息。小姨快坐，喝点水缓一缓。舅，我学费还差800块，您能不能借我点？舅舅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消失。小易，你大伯家、姑姑家你都去过了吧？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都不肯借，是吧？舅舅知道你难处，可这事儿不能只找我一家扛啊，咱们都是亲戚。凭什么偏要我一个人出头担这事儿？我要是真借了，你大伯和你姑姑那边我怎么交代？你这是硬生生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，孩子！他的话说的那么在理，把自私和凉薄包装的那么合情合理。我明白了，没有人会帮我，那些笑脸，那些夸奖，那些白糖水、猪肉都是假的。当这一切需要用钱来量的时候，亲情一文不值。舅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易，你别多想。我沿着村子的小路一直走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走到了村外的小河边。9月的河水已经有些凉了，河水静静地淌着，映着灰蒙蒙的天。我站在河边，手里死死攥着那张录取通知书，纸张的边缘被手汗浸湿，变得柔软。3天前，它是我全部的荣耀和希望，现在它是我最大的讽刺和绝望。上大学
然后呢，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，谈什么以后？河水在我脚下无声的流淌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忽然觉得跳下去或许就能解脱了，所有的屈辱，所有的无助都会被这冰冷的河水冲刷干净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我身后传来，陈毅哥，一只手轻轻抓住了我的衣角，很小很暖。陈毅哥是李念安，我的青梅。陈毅哥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我转过身，他的额头上全是汗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猜你肯定会来这里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心疼。没人肯借，我大概上不成这个大学了。说到最后几个字，我的声音都在抖。念安没说话，他把手伸到我面前，手里攥着一沓钱，皱巴巴的，10块的、5块的、1块的，还有毛票，带着他手心的温度。我把存钱罐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。这多少？803块。他的脸有点红。我爸说多3块，让你在路上买几个馒头吃。803块，那些住红砖瓦房1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亲戚。念安家住在比我家还破的土坯房里，他爸是瘸腿木匠，他妈常年吃药，这800块可能是他们家的全部积蓄。我不能要，你家比我家还难。拿着，陈毅哥，你必须拿着。他死死按住我的手，力气不大，决心很大。我爸说了，人可以穷，但不能断了根。你是我们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，不能让这点钱把你的翅膀折了。他吸了吸鼻子。我妈也说了，她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着你考上大学。我爸妈还说了，他抬起头，这钱不用还。不用还。大伯母怕我还不起，100块都不肯借。舅舅怕被别人戳脊梁骨，把我架在火上烤。而念安家告诉我，这800块不用还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砸在手背上，砸在那沓皱巴巴的钱上。一个18岁的男人在河边哭得像个孩子。念安没劝我，就安静地站在我身边，等我哭完。哭了很久，我才停下来。我把那沓钱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，贴着胸口，那里放着我的录取通知书。念安，谢谢你，也替我谢谢叔叔阿姨，这钱我一定会还，连本带利，加倍还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快回家吧，婶婶肯定急坏了。我点点头。夕阳洒在河面上，金灿灿的，不像之前那么冰冷了。我转身往家的方向走，走了几步又回过头，念安还站在原地看着我。夕阳下他单薄的身影，我记了一辈子。我在心里发了一个誓，这笔钱是恩情也是仇恨。他在我心里画下了一条清晰的线，线的这边是恩人，线的那边是陌路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再也不是亲戚了。我揣着那笔钱回到家，推开门，娘正就着煤油灯缝补我的旧衣服。听到动静，她猛地抬头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回来了。她的声音在发抖，她怕我带回来的是更深的绝望。娘，够了。娘的手一抖，钱差点掉在地上。这哪儿来的？大伯他们教会了我什么是亲戚，这钱是念安给的。我把事情说了一遍，说得很平静，可娘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。她没有骂任何人，只是用那双粗糙的手一遍遍摸着那沓钱。念安是个好孩子，他爹娘是咱们家的大恩人。儿，你记着，从今往后李家的事儿就是咱们家的事儿，这份恩情咱们要用一辈子去还。他顿了顿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冷漠。至于你大伯他们，就当没这些亲戚。咱们家穷，但骨头不能软，心不能瞎。娘，我记住了。那一晚，娘用最好的布料连夜给我做了一个贴身布袋，把钱和通知书缝在最贴身的衣服内侧。这是我的前程，也是咱们家的命，丢不得。2天后，我踏上了去省城的路，只有2个人来送我，我娘和念安。娘的眼眶红红的，不停地帮我整理衣领，好像我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念安站在旁边，低着头绞着衣角。她今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。陈毅哥，等一下，这个你带着，我去山上的庙里求的，他们说很灵。我捏着那个小小的平安符，入手温热。山上的庙早就荒废了，我知道这只是他找的一个借口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有千言万语。等我回来。念安用力的点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倔强的不让他掉下来。拖拉机突突的响了，我上了车，不敢回头。车子缓缓开动，我终于还是没忍住，回过头，娘和念安还站在老槐树下，
变成了2个小小的影子，他们一直在挥手。不远处，大伯母王琴正叉着腰往我这边看，脸上全是鄙夷。姑姑家的院墙上，表弟趴在那儿朝我做了个鬼脸。舅舅家门口，舅舅低着头抽旱烟，仿佛根本没看见我。他们的冷漠像一根鞭子，狠狠抽在我心上。我收回目光，捏紧了胸口的平安符。再见了，陈家村，再见了，我所有的亲人。从今天起，我陈毅只有恩人，再无亲人。初到省城，2天1夜，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，我傻了。宽阔的马路，川流不息的汽车，比山还高的大楼，空气里都是陌生的气味。我背着破旧的帆布包站在人群里，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异乡人，紧张、自卑，又带着一丝兴奋。学校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还要漂亮。草坪、梧桐树，一张张年轻的脸，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，说着普通话，自信又张扬。我下意识地拉了拉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把头埋低了。当我把那个装着800多块钱的布包递给收费处的老师时，手心全是汗。老师数着那些毛票和脚票，眉头微微皱起，什么也没说。可周围学生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，我的脸烧得厉害。宿舍在3楼301，推开门，里面有3个人，一个戴着眼镜在看书，一个穿着时髦牛仔裤在擦吉他，还有一个叼着烟翘着2郎腿。新来的，叼烟的那个叫王耀庭，省城本地的。他上下打量我，目光落在我那儿打了补丁的帆布包上。乡下来的。我没说话，默默找到自己的床铺，行李很简单，几件换洗衣服，1双布鞋，还有娘烙的几个干饼。还带干粮来上学呀？怕学校食堂把你饿死？王耀庭，别这么说，大家都是室友。他叫刘洋，弹吉他的男生冲我笑了笑，叫孙磊。简单的介绍后，宿舍陷入了沉默。一道无形的墙已经竖了起来。开学的第1周，我几乎没怎么出过宿舍，练普通话，泡图书馆，像一块干涸的海绵，拼命吸收知识。我知道，这是我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途径。每个周末，我做2件事：给娘写信报平安，给念安写信，很长很长。我告诉她，城里的姑娘都穿漂亮裙子，但我觉得都没有她穿碎花衬衫好看。信的最后，我总是问叔叔阿姨身体好不好，你的功课怎么样。我把所有的思念和感激都藏在这些字里行间。我把大部分生活费省了下来，每天只吃最便宜的白菜和馒头。我以为只要足够努力，足够节俭，就能安稳度过这4年。但很快难题来了，专业课老师开了一张长长的参考书单，全部买下来至少100多块，那是我2个月的生活费。喂，乡下来的，书买了吗？呵呵，别到时候考试挂科，说我们宿舍风水不好。我捏紧了拳头，指甲陷进肉里。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被贫穷扼住喉咙的窒息感。我不能向家里要钱，不能再找念安，我必须靠自己。我的人生不能再被这100块钱难倒第2次。那一晚，我彻夜难眠。王耀庭的嘲讽像一根刺扎在心里。更让我辗转反侧的是未来。大学4年，像这样花钱的地方肯定还有很多，我不能每次都束手无策，我必须找到一条路，靠自己挣钱的路。第2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学生处勤工俭学的岗位有，但优先给高年级，报酬微薄，还得等布告栏、家教、发传单、服务员。我挨个去问，做家教，嫌我普通话不标准，形象土气；服务员，老板看我瘦弱，直接摆手让我走。一连碰了好几天，我第一次发现，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，想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是这么难。买不起书我就抄，我找了个角落，摊开笔记本，一字一句地抄那本厚厚的参考书。我的字是跟村里老秀才练的，他说字如其人，人要站得直，字也要写得正，所以我写得格外工整。同学，你这手字写得真漂亮。我抬起头，面前站着一位头发花白、戴着老花镜的老人，我认得他，中文系的林墨言教授，学问很高，在学术界都很有名望。林教授好，惊扰您了。你在抄书，这可是个苦差事。我的脸一下子红了。书店太贵了，我买不起，只能用这个法子。我低下头，准备迎接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，可林教授只是沉默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开口：我最近在整理一些旧文稿，需要人帮忙，工作不累，就在我办公室，每个月我付你30块钱的报酬，你看可以吗？
我猛地抬起头，30块钱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笔巨款，能买书，能改善生活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份工作体面，还能学到东西。谢谢教授，我愿意，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干。林教授被我逗笑了。不脏不累，就是要细心和耐心。明天下午来办公室找我。我呆呆地坐在原地，心脏砰砰狂跳。窗外，夕阳正从梧桐树的缝隙里洒进来，温暖、明亮。绝望的黑暗里，终于透进了一丝微光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机，我必须牢牢抓住它。第二天，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林教授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堆满了书，空气里是书本和墨水的香气。林教授交给我一沓发黄的、字迹潦草的手稿，我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工整地誊抄到新稿纸上。我做得格外认真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标点都反复核对。林教授很满意，他允许我自由出入他的办公室，甚至可以随意翻阅他的藏书。那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月底，我拿到了第一笔工资，3张崭新的10元纸币，我的手在发抖。这是我来省城后靠自己挣的第一笔钱。我没有立刻去买书，我先跑到邮局给娘汇去10块钱，信里说这是我拿的奖学金，让她给自己买点好吃的，别再那么省了。然后我去百货商店，犹豫了很久，给念安买了一支漂亮的钢笔，我希望她也能用这支笔写出自己的未来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拿着剩下的钱走进书店。我抬头挺胸，买下了所有需要的参考书。当王耀庭看到我抱着一摞新书回到宿舍时，他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。我没有理他，只是安静地坐回自己的书桌前，翻开了崭新的书页。油墨的清香扑鼻而来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从这一刻起，我的人生将由我自己书写。大学第一个学期比我想象中要快，时间被学习和工作填得满满当当。上课、抄书、图书馆、林教授的办公室。林教授的手稿是关于明代地方志的考据，内容晦涩，字迹潦草，誊抄起来很费神，但我甘之如饴。每一个不认识的繁体字，每一个不懂的典故，他都会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。他从不把我当故宫，更像是在带一个关门弟子。他书架上的藏书向我敞开了一片新天地，我像一头饥饿的野兽，贪婪地扑在这些精神食粮上。我的眼界，我的思想被一点点的重塑。月底领工资时，林教授除了30块钱，还会额外塞给我几张饭票。年轻人，别总吃白菜馒头，身体是做学问的本钱。他温和的话语像冬日里的暖阳。除了我娘和念安一家，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宿舍里，我和刘洋、孙磊的关系渐渐熟络起来。他们看到了我的努力，不再因为我的出身而疏远我。期中考试，我拿了全系第一，这个成绩让所有对我抱有异样眼光的人都闭上了嘴。只有王耀庭依旧看我不顺眼，他不再嘲讽我的穿着和干饼，转而阴阳怪气。惠巴结教授就是不一样啊，天天往办公室跑，谁知道是去抄书还是去套题了。对于他的冷嘲热讽，我已经能做到心如止水，夏虫不可语冰。我和他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寒假来了，时间一晃，到了寒假，省城的冬天下了第一场雪。我站在宿舍窗前，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，心里的思念疯长起来。我想娘了，想她做的热乎乎的疙瘩汤。我也想念安了，想她像小尾巴一样跟在我身后的样子，想她清脆的笑声。这半年来，我们通了10几封信，她的字用我送的那支钢笔写得越来越娟秀。信里她总说村里的事，说她功课的进步，说她爹的木工活，字里行间都是让我安心的话。可我知道她家里肯定还是很难。攒钱学期结束，我一共攒下了120块钱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。我没有立刻买回家的车票，我揣着这笔钱第一次走进了省城最大的百货大楼，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售货员看我的穿着，眼神里都带着几分轻视。我没有理会，我走到卖服装的柜台，给娘挑了一件最厚实的深蓝色棉服，标价85块。我攥着钱的手抖了一下，这个价格几乎是我3个月的工资。但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娘的旧棉袄已经穿了10几年了，里面的棉花都结成了疙瘩，根本不保暖。一到冬天，她的咳嗽就没断过。这件新棉袄，她值得。付钱的时候，我的心都在滴血，但脸上却带着笑。然后我又去了食品柜台，称了2斤城里才有的槽子糕，2瓶给叔叔下酒的二锅头。最后我走到卖女孩子用品的地方，我看到了一条红色的羊毛围巾，很漂亮，也很贵，15块。我想象着念安围上她的样子，她的皮肤很白，配上这红色，一定很好看。
寒冬腊月，他每天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，这条围巾能让他暖和一点。我咬咬牙买了下来，所有的钱花的只剩下回家的路费，可我的心里却无比的富足和踏实。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踏上了回家的火车，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，我的心早已飞回了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小山村。半年前，我揣着绝望和不甘离开，半年后，我回来了。带着我的成绩、我的尊严和我亲手挣来的对家人的爱。2天后，我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村口。冬日的陈家村显得有些萧瑟，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，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炊烟，空气里是柴草和泥土的亲切味道。我没有先回家，提着东西径直走向村东头的李家。李家还没到门口，就听见吱呀吱呀的拉锯声。李叔，我回来了。李叔直起身，脸上露出淳朴的笑。是小易呀！哎呦，大学生放假了，给您和婶儿带的省城特产。正说着，李婶和念安从屋里走出来。小易回来了，快进屋，外面冷得慌。你这孩子，回来就回来，带啥东西，自个儿留着花多好。念安站在他娘身后，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，她的脸颊被冻得红扑扑的，像熟透的苹果。半年不见，她好像长高了一点，也更清秀了。穿着一件旧棉袄，脖子缩在领子里，显得很单薄。拿着，我用奖学金买的。哥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说了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故意板起脸，李婶在旁边推了他一把。你哥给你的，就拿着吧。念安红着脸接了过去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，看到那条鲜红的围巾时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那是一种混杂着惊喜、喜爱和羞涩的光芒。快围上试试。念安犹豫了一下，把围巾围在脖子上，鲜亮的红色衬得她的脸庞愈发白皙动人，真好看。我在心里说，谢谢陈毅哥。他低着头，声音细若蚊菊。在李家坐了一会儿，我才起身告辞。李叔李婶一直把我送到门口，我提着给娘买的棉服往自己家走去，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温暖。推开家门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娘的身子一僵，猛地回头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她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满了泪水。儿啊，真的是你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她拍着我的背，一遍遍地念叨，她的手冰凉刺骨。娘，看，给您买的新棉袄。这得多少钱啊？你这孩子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衣服？学校发的奖学金。娘，快试试，合不合身？我帮娘脱掉那件破旧的棉袄，给她换上新的，大小正合适。娘摸着身上柔软的面料，眼泪再也止不住，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这衣服真暖和。看吧，我娘穿这身真排场，比村长媳妇儿都好看。她哭了半天，又笑了半天，像个孩子。那天晚上，娘用我带回来的肉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我们娘俩说着话，屋子里虽然简陋，却充满了久违的温馨。第二天，我回村的消息就传遍了，一些沾亲带故的人开始上门了。第一个来的是姑姑陈秀莲，她提着一包红糖，脸上堆着我从未见过的热情笑容。小易在不？姑姑看你来啦！哎呀，咱们陈家的文曲星回来了。你看这孩子在城里读书可受罪了吧？嫂子，你看你命多好，小易这出息大了，以后你就等着享福吧。我娘有些不自在，但还是客气地给她倒了水。我抽回手，态度很平淡。姑姑特意跑这一趟是有啥事儿吗？我的疏离让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。你这孩子没啥事儿就不能来看你了。她干笑了2声，开始说起表弟的学业。小易啊，你出息了，可不能忘了你表弟，他在村里混日子，你看看能不能在省城给他找个坐办公室的活儿，他可是你亲表弟，你可不能不管啊。终于说到正题了。姑，路要靠自己走，我现在也只是个穷学生，拉扯不了谁一辈子。陈毅，你现在是翅膀硬了，看不起你姑了是不是？我的话让他彻底没了话说，他尴尬地坐了一会儿，那包红糖最终也没好意思放下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永远无法弥合。这不是记仇，而是我长大了。姑姑前脚刚走，大伯母后脚就跟来了。我们家的大秀才回来了。他手里提着半斤挂面，满脸的褶子都笑成了一朵花。进屋看见我娘穿着新棉服，眼睛都直了。嫂子，你这衣服真排场，得不少钱吧？小易这孩子就是孝顺，不像我们家那个，就知道跟家里要钱。一边夸我，一边贬低他儿子，那姿态仿佛我们才是一家人。我的客气让他以为有了机会，
他一屁股坐下就开始诉苦。小易呀，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家里有多难。你堂哥要结婚，女方开口就要3000块彩礼，还要盖现新房，你大伯愁的头发全白了。你现在是大学生了，见识广，门路多，以后可得帮你堂哥一把呀，咱们可是一家人。我静静地听他说完，然后我笑了笑。大伯母，我记得我考上大学那会儿，你家也正给你儿子攒钱娶媳妇儿，那时候你说100块都是大钱，怎么半年过去了，这钱还没攒够吗？我语气平淡，没有丝毫的火气，但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扇在王琴的脸上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可是你大伯母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爹的丧事欠您家50块，第2年就还了。我上学的学费您家1分没出，我没资格也没义务帮您家。这杯水是看在我爹的面子上，请回吧。王琴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你了半天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最后他抓起桌上的那半斤挂面，涨红着脸冲了出去，临走前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毫不在意，有些人你越是忍让，他越是得寸进尺，只有让他真正感到痛了，他才会记住。不是所有的人都任由他拿捏。最后来的是舅舅李德厚，他是一个人来的，没带东西，只带了一脸的愁容和一袋旱烟，不像王琴那么直接，也不像陈秀莲那么虚伪，他只是沉默地坐在小板凳上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。小易啊，还在记恨舅舅吧？他才沙哑着开口。谈不上记恨，您当初说的对，亲戚之间也得先顾着自己家。您怕被戳脊梁骨，我能理解。舅舅的头垂得更低了。舅舅那天晚上想了一宿，第2天揣着钱想去找你，可你娘说你已经走了，是我糊涂啊。他的话听起来很真诚，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轻易相信亲情的少年了。舅舅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还是亲戚，但仅此而已。我的话彻底断了他想修复关系的念头。他知道有些东西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。他默默地抽完一袋烟，叹着气走了。除夕这个年，我们家过得很清静，那些曾经流水式的上门的亲戚一个都没再来，村里人看在眼里，议论纷纷，但我们毫不在意。大年30那天，我扶着娘去了念安家，李叔早就准备好了酒菜，我们2家人4个姓氏围坐在一起，吃了一顿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。饭桌上，李叔喝了点酒，话也多了起来。小易，好样的，对付那帮人就该有这股骨气，男人没骨气，读再多书也没用。李婶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，娘和李婶坐在一起，说着提起话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断过。念安坐在我旁边，她今天也穿上了新衣服，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料子，但很干净。她脖子上的红围巾像一团温暖的火焰。她不怎么说话，只是偶尔抬起头和我对视一眼，然后又迅速低下头，嘴角却偷偷的翘起。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屋子里暖意融融。叔、婶、娘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我知道，从今往后，这才是我的家。那些所谓的血脉至亲，不过是陌路人。大年初一，家家户户还在过节，我却已经坐回了书桌前，摊开专业书，油墨的清香是这个新年里最让我安心的味道。这个假期我不能浪费，我知道省城的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未来4年会遇到更多像王耀庭那样的人，他们有家境的优越感，有父辈的光环，而我只有自己，我没有任何退路，我只能拼命向前跑，跑得比任何人都快，跑得让所有人都追不上。儿，难得放假，别总闷着，去念安家玩玩也好。学习就是我的乐趣，学扎实了才能报答您和李叔、李婶还有念安。娘欣慰地笑了。学习之余，我常去李叔家帮忙，他腿脚不便，一些力气活做起来吃力，我就主动帮他劈柴、磨木头、打下手。李婶看我干活利索，总煮好吃的给我。念安则会拿着我的书，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。有时候他会好奇地问我大学里的事，我就给他讲教学楼有多高，图书馆有多少书，林教授有多渊博，我学到了什么新知识。陈一哥，大学是不是真的特别好？特别好，你以后也要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。等你考上了，我带你把省城走个遍。他低下头笑了。过完年，我再次踏上回省城的路。这次送我的人除了娘和念安，还有李叔和李婶。小易啊，到了省城照顾好自己，家里有我们呢，你别担心。这是你李叔特地去镇上买的，路上饿了吃。陈一哥，你一定要给我写信。一定会。拖拉机突突地开动了，我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力量。这群真正关心我的人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
最坚实的后盾。回到学校，我像一只蛰伏的野兽，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，依旧是宿舍里最不起眼的那一个，不爱说话，不爱社交，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图书馆和林教授的办公室。王耀庭依旧对我冷嘲热讽，但他的话已经无法再影响我分毫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，也知道我该做什么。他口中的捷径是我每天熬夜苦读换来的，他眼里的巴结是我对知识和长者的尊重。我用成绩堵住了所有质疑的声音。期末考试，我再次蝉联全系第一，我的名字开始在中文系流传。林教授对我的进步非常满意，他不仅在课堂上表扬我，还经常在办公室里给我开小灶，推荐更多有价值的书，引导我深入思考。大二那年，我开始尝试写作。林教授得知后，特地为我找来一些文学刊物。他告诉我，写作是最好的思考方式，也是认识世界的方式。我开始把所思所想一点点付诸笔端。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农村教育困境的杂文，我写农村孩子求学的不易，写贫困对教育的阻碍，写知识改变命运的艰难和希望。我把文章交给林教授，他看得很认真。小姨，写得很好，真实，有力量，有思考，但笔触还不够老练，还需要多加锤炼。投稿试试吧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这都是你迈出的第一步。第一次投稿石沉大海，但我没有气馁。我学习名家的技巧，阅读大量作品，不断的练习，不断的修改。半年后，我的第二篇文章，一篇短篇小说，被一家省级文学刊物录用了，稿费100块钱。当那张汇款单寄到学校的时候，我拿着它呆呆地站了很久。100块钱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文字挣来的钱。它不仅仅是钱，它是我对知识的渴望，是我对命运的不屈，是我在异乡摸爬滚打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希望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默默地把这笔钱小心翼翼地存了起来。我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我的人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。我要像一颗种子，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，默默地吸取养分，等待着属于我的那一天的到来。大三那年，我的生活彻底进入了快车道。林默言教授推荐我参与了一个省级课题，虽然是打杂，但让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学术天地，眼界和能力都在飞速提升，写作也越来越顺。那一年，我陆续在几家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和杂文，稿费足以支撑生活费，不再需要1分钱掰成2瓣花。我给自己买了新衣服，不再穿那些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也开始偶尔请刘洋和孙磊下馆子。王耀庭对我的态度，从冷嘲热讽到阴阳怪气，再到沉默不语。他不再敢轻易招惹我，因为他知道我不再是那个可以任由他欺负的乡巴佬了。我的名字不仅在中文系无人不知，在整个学校也小有名气。我是那个从农村考出来的状元郎，是那个靠写文章挣钱的学生，是林默言教授看中的关门弟子。我是陈毅，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。每个学期结束，我都会回家乡一趟，给娘和李叔、李婶带礼物，省城的点心，耐穿的布料，平时舍不得买的日用品。我儿有出息了，知道心疼娘了。李叔木工活越来越少，腿脚更不方便了。我偷偷给李婶塞钱，让她别省着。她总是推辞，但眼里全是暖意。念安也长大了，不再是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眉眼清秀。她考上了镇上重点高中，是村里唯一一个。陈毅哥，你看你的信。声音还是那么清脆，多了一丝少女的羞涩。我会给她讲高中的难题，她专注听讲的样子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我常想，如果没有念安一家，没有那800块钱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我能有今天，念安一家功不可没。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我也看到了那些亲戚脸上复杂的表情。大伯陈建军见了我，假装没看见，匆匆走开。大伯母王晴倒是热情了很多。小易呀，你现在可真是光宗耀祖了。言语中透着一股不加掩饰的巴结。我只是淡淡的应着，不冷不热。姑姑陈秀莲带着表弟来找过我几次，表弟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，游手好闲。姑姑想让我给他在省城找个工作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说过穷鬼晦气的表弟，他低着头不情不愿。我微笑着拒绝。姑姑，路要靠自己走，我帮得了一时，帮不了一世。姑姑脸色难看，但不敢多说什么，毕竟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拿捏的穷学生了。舅舅李德厚来找过我几次，沉默地抽着烟，偶尔说身体不好，我给他泡茶递烟，但那道无形的墙始终横在那里。我不再记恨他们，
但我也无法再把他们当作真正的亲人。血缘有时候并不能代表一切，恩情才是最坚不可摧的纽带。大学4年转瞬即逝，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并留校攻读研究生。林默言教授收我为他的第一个正式研究生，这在中文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我成了传奇人物，从默默无闻的农村学生逆袭成教授的得意门生。我的故事激励了无数像我一样家境贫寒却心怀梦想的学生。毕业那年夏天，我把娘接到了省城，带她去最好的饭店，吃了她这辈子最丰盛的一顿饭，带她去逛百货大楼，买了很多她想都不敢想的东西。娘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脸上有震惊，有欣慰，也有说不出的感慨。儿子，你真的是出息了。我看着娘布满皱纹的脸，心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意和感激。娘，等我研究生毕业，咱们就在省城买一套大房子，到时候您就跟我一起来省城住，再也不用回村里去了。好，娘等着你。她用力地点了点头，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最好的回报。我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研究生阶段更忙了，学术项目、教授课题，还有我的写作。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一家知名杂志连载，写的是农村少年逆袭的故事，没想到火了。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，我的名字开始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，稿费也变成了可观的数字。我不再需要为钱发愁，我用第一笔长篇稿费在省城给娘买了一套房子，两室一厅，窗明几净。娘第一次走进来，摸着雪白的墙壁，手在抖。这都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娘。以后您就住在这里，再也不用回村里了。娘哭了，我也哭了。研究生毕业那年，我带着娘回到了陈家村。这次回去，全村都炸了。一辆崭新的吉普车，后面跟着一辆装满年货的卡车。开进村口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跑出来看。我从车上走下来，笔挺的西装，金丝眼镜，身后跟着司机和助理。那是陈毅！我的天，真的是他！议论声此起彼伏，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亲戚站在人群里，脸色复杂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我先带着娘去了李叔家。土坯房还是那个土坯房，李叔在劈柴，李婶在做饭，念安在灶台边烧火。叔，我回来了。小易，我把礼物一件件拿出来，给李叔的省城最好的烟酒，一套新木工工具，给李婶的羊绒衫滋补品，给念安的一条漂亮的裙子，一部随身听。小易啊，你花这些钱干什么？李叔眼眶通红，说不出话。我拉着他们坐下。叔，婶儿，这里有10万块钱，您2了的医药费、养老费，还有念安上大学的费用，我都包了。李叔手抖得厉害。太多了，我们不能要。叔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您要是不收，我心里不安。李叔老泪纵横。真是好孩子啊！晚上我带着念安去了那套新房子，提前装修好的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。念安一进门就惊呆了。陈毅哥，这是谁家啊？我牵着他的手走到客厅中央。念安，7年前你把所有积蓄塞给我，说这钱不用还，现在我想用我的一辈子来还你的这份恩情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要我把省城走个遍，我做到了。你说要我给你买碎花衬衫，现在我能给你买一衣柜漂亮衣服。李念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念安的眼睛里早已蓄满了泪水，她捂着嘴巴拼命点头。我把戒指戴在她的手上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。窗外阳光正好照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我终于把我的青梅变成了我的爱人。我和念安的婚事在陈家村炸开了锅，吉普车、卡车10万块聘礼，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传遍每个角落。陈毅真的发财了，李家丫头有福气呀！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穷的连大学都上不起的孩子，现在成了大老板。村民们议论纷纷，羡慕嫉妒恨，那些亲戚的脸色更是精彩绝伦。亲戚们的后悔，不可能，他一个穷酸样，哪来的钱？假的，肯定是骗人的。他不信也不愿意信，他无法接受那个被他隔着门缝羞辱的穷小子现在飞黄腾达了。如果当年他肯借100块，如果当年他态度好一点，那现在这泼天的富贵是不是也能沾上边儿？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。大伯陈建军也悔不当初，他想说几句话套近乎，可每次看到我淡漠的眼神都张不开嘴。他知道我和他之间已经隔了千山万水。姑姑陈秀莲悔得捶胸顿足，
他想到自己那个游手好闲的儿子，本来还指望我拉扯一把，可现在看来，我和他儿子之间根本没有联系了。舅舅李德厚一言不发，坐在家里抽闷烟。他怕被戳脊梁骨，拒绝了亲侄子。可现在他失去的远远不止那800块钱。我没有刻意炫耀，也没有报复任何人，只是平静地兑现我的承诺。婚礼在省城最好的酒店举行。他是我教过最优秀的学生，是我的骄傲。他和念安的爱情是真正的患难与共。娘穿着定制的旗袍坐在主桌，脸上是前所未有的自豪。李叔李婶第一次来省城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念安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美得像仙女。她挽着我的手臂，手还在微微颤抖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是无尽的柔情。我的妻子，我今生唯一的爱人。婚礼第2天，我带念安回村祭拜我爹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您的儿子出息了，我考上了大学，研究生毕业，现在是作家，有房有车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娶了念安。念安在一旁默默地烧着纸钱，她看着我的侧脸，眼神里满是心疼和爱意。她知道我走了多远，经历了多少苦难，才走到今天。祭拜完，那些亲戚陆陆续续上门了。小易，恭喜恭喜，新婚快乐！念安越来越漂亮了，你小子有福气。小易啊，这是大伯母给你养的老母鸡，给你和念安炖汤补补身子。小易啊，小军现在也懂事了，你看看能不能给他安排个活儿？我看着眼前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心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得意，只有一种淡淡的平静。大伯母、姑姑，我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我不会忘记帮助过我的人，也不会忘记伤害过我的人。亲戚一场，情分自在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至于工作，我这里确实不缺人，不过我需要的是有能力、肯吃苦、懂感恩的人才。如果小军愿意从最基层做起，一步步学，我可以给他机会，但如果只是想走后门，恕我无能为力。我陈毅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摆布的穷学生了，我有底气，有能力，也有选择自己人生、选择自己亲人的权利。那些曾经的悔恨，此刻才真正像潮水一般淹没了他们。我的话像巨石砸进湖面，亲戚们的笑容全僵住了。大伯母王琴脸色最难看，手里的老母鸡仿佛重如千斤，她想发作，想撒泼，就像当年在门缝后那样，可她不敢。她知道时代变了。小易啊，小虎就是皮了点儿，心不坏，能跟着你是他的福气。是啊是啊，你表弟缺个人管教，你肯给他机会，我们感激还来不及。谢谢。我看着他，眼神平静。不用谢我，路是你自己的，怎么走看你自己。明天早上8点让司机带你去省城报到，迟到1分钟，机会作废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，转身扶着娘对念安说：念安，我们进屋吧，外面风大。亲戚们面面相觑，灰溜溜地走了，带着他们可怜的礼物和满心的悔恨。院子里恢复了清静。陈毅哥，你这样对他们会不会……念安，对有些人，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我给陈小虎机会，不是为了他们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要让我爹在天之灵看到，我陈毅不是忘本的人，但我也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陈毅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恩要报，仇也要记，这不是记恨，是原则。念安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崇拜和爱意。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那天晚上，大伯和姑姑家吵翻了天。气死我了！那个陈毅算个什么东西？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他一边骂一边哭。大伯陈建军抽着闷烟，一言不发。姑姑家，你看看你西哥，人家是大作家、大老板，你呢？废物！明天你敢不去，我打断你的腿！陈小虎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又气又憋屈。他恨陈毅，也怕自己一辈子当废物，一夜没睡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陈小虎就穿戴整齐出现在我家门口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脸上带着不甘和认命。毅哥，我准备好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让司机带他上了车。车子驶出村子，扬起尘土。我看着远去的车影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他的未来会怎样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，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送走陈小虎后，我也开始准备返回省城。这一次，同行的不再是我一个人，母亲、念安，还有岳父岳母。小易，我们不去，在村里住了一辈子，去了城里只会给你添麻烦。是啊，庄稼人去了城里能干啥？叔婶儿，你们不是麻烦，
是我最该珍惜的人。我答应过念安，要让他和你们都过上好日子。现在我能做到了。省城有2套房挨着的，你们住进去。想种地，郊区就有一块地，随便种，不耽误你们习惯的日子。你们要是不去，就是不把我当一家人，也对不起念安的心意。爹娘，我们一起走吧，以后我陪着你们。老两口红着眼眶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一家人浩浩荡荡离开了陈家村。全村人都出来送行，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敬畏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陈家村将永远流传着我的传说。回到省城，我把岳父母安顿在隔壁，精装房、家具家电一应俱全。这真是给我们的。是的，婶儿，以后这里就是您二了的家，不用拘束。李叔、李婶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我开始忙自己的事儿。第2部长篇小说即将出版，投资公司签下几个大项目，念安也迎来了新篇章。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最好的大学——师范大学，成了我的校友。开学那天，我亲自送他去报到，看着他背着新书包走在熟悉的校园里，我感慨万千。当年我从这里开启新人生，现在我的妻子也将从这里开始她的精彩。晚上，念安躺在我怀里。陈毅哥，我能学好吗？大学功课会不会很难？当然能，我的念安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孩，你不需要成为谁的附庸，只需要成为你自己就很好。我会永远在你身后，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他依偎着我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。陈毅哥，有你真好。我紧紧抱住他，我的念安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。喂，是陈先生吗？我是城东工地的王工头。你那个表弟陈小虎第一天就在工地上跟人打起来了。我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。陈先生，您这表弟脾气太冲，我们实在不敢用了。对方的医药费、误工费，您看是不是？你在哪儿？我马上到。在我到之前，谁都不许走。我安抚了一下怀里的念安，挂了电话。陈毅哥，是不是小虎出事了？小事。我亲了亲他的额头，换衣服出门。在家等我。老板，我已经把情况摸清了。陈小虎第一天上班，被分去搬砖，干了不到半天就偷懒耍滑，磨用工躲银两。工地的老师傅看不过去，说了他几句。我老板是我表哥，轮不到你一个老头子教训我。老师傅气不过，骂了他一句，烂泥扶不上墙。陈小虎当场就急了，一拳抡了上去。我闭上眼睛，一言不发。车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，工地办公室乌烟瘴气。陈小虎坐在角落，手腕缠着纱布，一脸不忿。对面是个50多岁的老师傅，额头纱布渗着血。旁边几个工人对着陈小虎指指点点。看到我进来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师哥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我是你表弟。这个老东西骂我，我打他是轻的。工人们的脸色全变了。老师傅您好，我是陈毅，陈小虎的表哥。这件事给您添麻烦了。陈老板，我也有不对，我不该骂人。不，您没有不对，是我的家人没有教育好。陈小虎，过来，给这位师傅道歉。凭什么？是他先骂我的，我不道歉。我是你表弟，你怎么能向着外人？一记清脆的耳光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你打我？我打你，是让你清醒。你以为你是我表弟，就能在这里作威作福？从你踏进这个工地起，你就只是一个普通工人。你的荣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挣，不是靠你那张嘴。陈小虎瘫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我没有理他，转身再次对老师傅深深鞠躬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您的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我们全额赔偿。另外，我个人再拿出2万块作为给您的补偿。全场倒吸一口凉气，2万块在那个年代是天文数字。使不得。我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，助理小张当场把现金交到他手上。王工头，这位师傅从今天起升做小组长，工资翻倍。王工头连忙点头哈腰。至于你造成的损失一共23700块，我先替你垫付。从明天起，你继续在这里搬砖，工资直接打到我的账上，直到还清为止。如果你敢逃跑或者再惹是生非，我就当从来没有你这个表弟。陈小虎浑身一颤，终于明白了，他不是在开玩笑。这场风波就这样落下了帷幕。工地上的人看我的眼神从敬畏变成了钦佩，他们知道跟着这样的老板心里踏实。处理完工地的事，回到家已是深夜，月色如水洒在小区花园里。推开家门，客厅亮着一盏温暖的灯。念安全在沙发上，怀里抱着抱枕，像只等主人回家的小猫。听到开门声，他猛地抬头，眼睛里有困倦，更有担忧。陈毅哥，你回来了。
我走过去，把他抱进怀里。怎么还不睡？我担心你。我把工地的事儿简单说了，打了陈小虎，让他用劳动还债。聂安听完，抬起头，眼睛里闪着光。陈毅哥，你做得对，小虎是该有人管管了。你给他机会是情分，让他承担后果是本分。我没想到聂安能把事情看得这么透彻，大学让他长大了，成熟了。我低头吻住他，感谢上天，给了我一个能与我并肩同行的灵魂伴侣。第二天，我去看岳父岳母，李叔坐在阳台上，拿着块小木头，用旧小刀无意识地削着，脸上带着落寞。我知道他想念木工活了，那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寄托。看到我，他连忙放下东西，有些不好意思。小英来了。我拉着他坐下，叔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我想以您的手艺开一家纯手工家具定制店。不行，我一个乡下木匠，哪会做生意？叔，您先别急，现在城里流行复古风，就喜欢有温度的老物件。您的手艺就是最大的招牌，店面、装修、工商注册、人员招聘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您要做的就是安心做您最喜欢的木工活。您可以收徒弟，把手艺传下去。您不是老板，您是大师，是我们的艺术总监。李叔的眼睛重新燃起了光芒，他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。当年您和婶儿用800块钱为我铺了走出大山的路，我握住他布满老茧的手。我用这家店为您和婶儿在城里扎下新的根。这不是施舍，不是报答，这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的事业。李叔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1个月后，省城最繁华的文化街上，李氏木语家具店悄然开业。古朴典雅的装修，每一件家具都散发着原木清香和手工温度。李叔穿着定制的唐装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身边跟着2个徒弟。开业那天，我请来了省城所有媒体和文化界名流，黎莫言教授亲自剪彩，盛赞这是工业时代里最温暖的人文情怀。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，李叔成了媒体口中的民间手工艺大师。他找回了事业，也找回了尊严和自信。李婶也成了店里的后勤部长，忙碌而快乐。他们终于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我看着他们忙碌而幸福的身影，心里无比满足。我知道我做对了。真正的报恩不是给予金钱，而是给予他们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能力和希望。生活仿佛驶入了最平稳的航道，我的事业蒸蒸日上。第2部长篇小说被影视公司买下版权，投资公司回报丰厚。聂安的大学生活有声有色，他成了戏里的佼佼者，在话剧社的舞台上闪闪发光。我们像最普通的校园情侣，接他下课，林荫道散步，周末看电影，平淡却无比甜蜜。我娘在老年大学学书法，每天乐呵呵。李叔的李氏木语成了省城名片，徒弟越来越多。李婶成了大家庭的总管，把我们照顾得妥妥帖帖。就连陈小虎也走上了正轨。半年后，他从搬砖小工做到了班组长，皮肤晒得黝黑，手上布满老茧，眼神变得坚毅。我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持续，我以为那些恩怨已经尘埃落定，可我错了。那天我刚开完会，准备去接念安。陈总，您姑姑和姑父来了，在前台大吵大闹，说您发达了不认亲戚，还说您骗他们儿子去做苦力。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让他们去会议室，让保安部准备好。推开会议室的门，陈秀莲和她丈夫像2尊门神。陈毅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给我儿子找工作就是让他去搬砖，你想累死他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忘了修小时候谁给你糖吃了？你必须给小军办公室的体面工作，不然我们就去报社、电视台把你的丑事全捅出去。等他们说累了，我才开口。说完了。第一，陈小虎的工作是他自己选，他现在是班督长，月薪是当初的5倍。第二，想要体面的工作，让他凭本事去考，我的公司不养闲人。第三，你们想去报社、电视台，可以试试，看看最后身败名裂的是谁。我跟你拼了！ 2个保安瞬间架住了他，剑拔弩张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苍老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是我的舅舅李德厚。他的脸色比上次更蜡黄，身体更佝偻，嘴唇哆嗦着，目光投向我。小易，救救我！舅舅李德厚的出现像一瓢冷水浇进滚油，会议室里瞬间凝固。陈秀莲夫妇也愣住了。小易，救！他的身体晃了晃，我一把扶住，手臂瘦得只剩骨头，身体滚烫。他在发高烧，我扶他坐下，倒了杯水，他喝了一口，断断续续说出遭遇：肝癌晚期。
手术加治疗至少20万，他倾家荡产还差15万。他去找儿子，儿媳妇当场翻脸。爸，我们还要还房贷，你这病是无底洞，不能把我们也拖垮。我们家没钱。他去找女儿，女婿直接把门关上，亲生儿女把他推出了家门。绝望之际，他想到了我，这个当年被他以怕被戳脊梁骨为由拒绝的外甥。会议室里一片死寂，陈秀莲夫妇的脸色从震惊变成复杂。小义，舅舅对不起你，看在娘的面子上拉我一把吧。他挣扎着要跪下。舅舅，不用跪，我的恩人是念安一家，我们之间只有血缘，没有恩情。但是做人不能见死不救，这15万我可以借给你。陈秀莲眼睛瞬间亮了，我让助理拿来合同。借不是给，无息5年还清，抵押物你老家的祖宅，签字按手印，钱马上打到医院，不同意现在就走。李德厚的手抖得像秋风落叶，尊严还是命？他选了后者。他歪歪扭扭签下名字，按下手印，红色的指印像一滴血。小义，你看你舅舅都帮了，我们家其实也……你们家和我无关，你们想要的说法我已经给了，想要钱1分没有，滚！陈毅，我们是你长辈。长辈，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儿？我娘一个人拉扯我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？保安，把他们请出去，以后陈家村这几户人家没有我的允许，一律不准踏进公司半步。你忘恩负义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咒骂声越来越远，直至消失。会议室里安静了，只剩下李德厚粗重的喘息。我看着失魂落魄的他，心里没有一丝快意，只有一个念头：从今天起，我陈毅和陈家村的这些所谓亲人恩断义绝，从此山高水长，再不相干。我的世界里只剩下2种人：家人和恩人，以及陌路人。回到家，繁星满天，推开门，饭菜香气扑面而来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等我吃饭。念安第一个站起来，接过我的公文包，帮我脱下外套，动作温柔娴熟，像一汪清泉洗去我满身疲惫。哥，事情处理好了吗？都好了，吃饭吧，我饿了。饭桌上，娘和岳母不停夹菜，岳父拿出珍藏的酒陪我喝2杯。没人追问公司的事，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爱着我，这份温暖是我最宝贵的财富。深夜，念安依偎在我怀里。陈毅哥，今天你是不是不开心？我把所有事告诉了他，舅舅借条，驱逐姑姑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一边是血脉，一边是旧怨，但你做得对，你舅舅是道义，让他签合同是底线，你的善良有锋芒。我紧紧抱住他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他拉过我的手，轻轻放在他平坦的小腹上。这里有我们的宝宝了。大脑一片空白，紧接着是排山倒海的狂喜。我要当爸爸了，我的手开始颤抖，眼眶发热。我把耳朵贴在他肚子上，仿佛听到微弱却有力的心跳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快2个月了，一切都好。我一把将他拥入怀中。念安，我爱你。那些所谓的亲人，那些不堪的过往，在这一刻都变得微不足道。我的世界有了新的太阳。第2天，消息传遍整个大家庭，娘高兴的见人，就说她要当奶奶了，连夜织起小毛衣。李叔宣布要亲手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婴儿床。李婶儿包揽了念安所有饮食起居，念安成了众星拱月的女王，我成了最幸福最忙碌的准爸爸。消息传回陈家村，陈秀莲夫妇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，成了全村笑柄。陈小虎得知父母所作所为后，第一次对他们发了火。他把当月工资1分不剩寄回家，父亲只有一句话：我的钱是自己挣的，以后别找一哥麻烦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李德厚做了手术，很成功，但他的儿女从始至终没在医院露过面。出院那天，他一个人拖着病体回到空荡荡的家，有人看见他坐在老屋门槛上，对着那份抵押合同哭了一整夜。他保住了命，却输掉了后半生所有的亲情和尊严，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我的生活重心全部转移到家庭和即将出世的孩子身上，推掉应酬，准时下班，陪念安散步，给他讲故事，感受小生命在肚子里调皮的踢动。我不再是漂泊无依的浮萍，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，我终于扎下了最深的根。这里有我的爱人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家人，还有我们共同的充满希望的未来。第2年秋天，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念安为我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男孩叫陈念恩，女孩叫陈思源。饮水思源，不忘感恩，这是我为他们取的名字，也是我想让他们铭记一生的家训。孩子出生那天，医院走廊站满了家人，娘和李婶抱着2个皱巴巴的小婴儿，笑得眼泪直流。李叔站在旁边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我守在念安床前，握着他苍白的手，一遍遍亲吻他的额头。念安，辛苦你了。
不辛苦，陈毅哥，你看，他们多像你。我看着婴儿床里酣睡的小天使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时光荏苒，转眼5年，念恩沉稳懂事，从小爱看书，像我思源，爱笑爱闹，像个快乐精灵，像念安。我的事业达到新高峰，小说被改编成影视，投资公司版图越来越大，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、陈董，但只有我知道，我最享受的身份依然是丈夫、父亲、儿子。每个周末推掉所有工作，带一家人去郊外农庄。李叔在大木工房里摆弄心爱的木头，李婶在菜园种满熟悉的蔬菜，娘带着2个孩子在田埂上认五谷、变瓜果。念安大学毕业后创办了助学基金会，专门资助像我当年一样家境贫寒却品学兼优的孩子。他用自己的方式把善意传递下去。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吃最新鲜的菜，聊最平常的家常，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，笑声清脆，老人们坐在摇椅上，笑容满足。我和念安并肩而坐，十指相扣，这就是我拼尽全力才换来的。岁月静好。至于陈家村的亲戚，早已淡出我的生活。姑姑的丈夫重，风瘫在床上，他一个人苦不堪言。舅舅李德厚身体大不如前，儿女不闻不问，守着空荡的老屋，靠低保度日。那笔借款到期后，他卖了祖宅才还清。我没有去催，也没有再见过他。大伯家也不好过，儿媳妇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。大伯母王晴每天都在后悔，后悔当年那碗掺着凉薄的白糖水，后悔那扇紧紧关闭的门。只有陈小虎是唯一的例外，他从班组长干到项目经理，在省城买房娶妻生子，很少回村，也很少联系我，只是每年过年雷打不动地发来一条短信：辉哥，谢谢，4个字，我知道，他懂了，他终于活成了自己应该有的样子。我带念安和孩子们回到那条熟悉的小河边，就是当年我万念俱灰，想要投河自尽的地方。河水依旧静静流淌，河岸上已是绿树成荫。念安和思源像2只快乐的小鸟在河边奔跑，夕阳余晖洒在念安脸上，镀上一层金色光晕，和多年前那个追上来把钱塞给我的少女身影渐渐重合。念安，如果当年没有你，会怎么样？没有如果，就算时光倒流100次，我还是会跑着来找你，因为你是我的陈毅哥啊。我低下头吻住了他，孩子们捂着眼睛咯咯的笑，河水映着晚霞，岁月静好。我的人生从这条河边坠入深渊，又从这条河边涅槃重生，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提着裙角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却为我带来了全世界光亮的女孩。我的青梅，我的爱人，我的一生所爱。我将用余下的所有时光去爱她，去守护她，去将这份恩情，这份爱意传承下去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